2003年3月22日，曼联在英超积分榜上落后阿森纳位居次席，唯有全取3分才能紧咬争冠对手。这一天，红魔坐镇主场迎战无欲无求的富勒姆。此时的富勒姆远离降级区，似乎并无太多压力，但弗格森爵士的弟子们依然不敢掉以轻心。这支曼联拥有贝克汉姆领衔的黄金中场，以及由索尔斯科亚与进球机器范尼斯特鲁伊组成的锋线双煞。这位荷兰射手配得上各种赞誉，皆因在这场关键战役中，他彻底碾碎了对手防线。上半场补时阶段的破门，中场哨响前的绝杀，更有一粒载入史册的传奇进球。从中线启动长途奔袭后一剑封喉，这记单骑闯关的经典进球，至今仍被球迷津津乐道。范尼斯特鲁伊，这位被球迷频繁点名的球员，每当谈起他，总是令人欣喜。对于红魔拥趸如此，对弗格森爵士亦是如此。这位荷兰射手一直是他的爱将，更因为他是一名相当独特的球员，完全值得我们重温他辉煌的职业生涯。说到独特，是因为足坛罕有与他风格相似的前锋，将近1.90米的高大中锋，兼具力量、智慧、冷静，并且脚下技术也不算差。当然，他可能不是历史上技术最出色的10号球员，还有其他人更胜一筹。但范尼斯特鲁伊属于另一类足球运动员——禁区杀手。在这一流派中，盖德、穆勒绝对称得上是祖师爷，而流派弟子则包括特雷泽盖、因扎吉以及范尼斯特鲁伊。这些技能看似简单，精准接应传中，完美掌握头球技巧，灵活的跑位意识，敏锐的反应能力，以及对弹珠游戏般禁区混战的精准预判。听起来好像也是平平无奇，实则难如登天。至少，几乎无人能像范尼斯特鲁伊那样将这些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He was just brilliant at putting the ball in the back of the net. And sometimes when we didn't win stuff, that wasn't down to Ruud, that was down to the rest of us. You know, I think if you're a striker, you're scoring 25, 30 goals. What more can you do? Putting the ball in the back of the net, I've always said, is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game. 范尼永远能在禁区内找到致命位置。他的纵深跑位总是隐蔽难防，头球争顶精准如制导导弹，而他对进球的渴望近乎偏执。这位荷兰杀手从不留情面。范尼绝不仅仅只是个把球捅进网窝的终结者，凭借那招牌式的停球技术、完美的被身护球能力和强大的正面进攻能力，这让防守球员非常头疼。正是这种多样化的终结能力，常常将防守者逼入绝境。例如，他们预判范尼会抢前点，可当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荷兰人早已在后点完成致命一击。今天，就让我们前往郁金香国度，重温范尼斯特鲁伊的传奇生涯。现在，让我们回到差不多32年前的1993年。首先，关于这位荷兰射手需要了解的是，鲁德并非他的本名，实际上他的全名是罗格斯·约翰内斯·马丁纳斯·范尼斯特鲁伊。这么长的名字实在拗口，于是人们很快便简称他为范尼斯特鲁伊，而国内球迷更直接叫他范尼。1993年，当时年仅17岁的范尼正式开启职业征程，在荷兰乙级联赛完成职业生涯首秀。I started in playing outside in the streets and then with older lads basically. And I think it got me into this intuitive player instead of the formed player. I just, you know, the way I played was just instinct. 自年幼起，年轻的范尼就习惯4支中场，但鉴于他的身体条件和天赋特质，教练很快将他改造为9号位前锋。在他出生地仅20公里外的邓博什俱乐部，范尼用了约2个赛季适应职业足球的强度要求。1996至97赛季，他在31场联赛中攻入12球，随后转会至荷甲球队海伦芬，这也是该队史上首次登陆顶级联赛。在荷甲赛场，
这位射手延续了爆发态势，40场比赛斩获16粒进球，如此亮眼的表现自然引发豪门关注。恰逢埃因霍温苦寻射手，他们需要一位能像罗马里奥、罗纳尔多那样持续输出的锋线杀手。于是，埃因霍温签下了范尼斯特鲁伊。Van Nistelrooy. Een groots doelpunt van Ruud van Nistelrooy. 在埃因霍温的前2个赛季，这位射手出战57场联赛，打进60粒进球，场均超过1球的效率堪称恐怖。更别忘了他初登欧冠舞台，7场便轰入6球的惊艳表现。如此表现，他2度加冕联赛金靴，2次当选荷兰足球先生，助埃因霍温重夺联赛王座。唯一的瑕疵可能也无伤大雅，就是那次对阵巴西队时举世闻名的空门宴客。整个欧洲都在争抢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埃因霍温8号球员，英格兰豪门更是全力运作，想将他带到英超联赛。切尔西和尤其是曼联对他最感兴趣。其中还有个有趣的插曲，曼联主帅福爵爷的儿子当时正在荷兰试训，他向父亲极力推荐范尼，必须签下这个家伙，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1周后，范尼斯特鲁伊确实与曼联达成协议，但最终转会失败。因为范尼的膝盖伤势已经困扰了他几个月，曼联对他的身体状况还是有很大顾虑的。The key focus of our test today has been on the injured knee, and we have been unable to complete all the necessary tests to our satisfaction today. 就在转会告吹数日后，这位荷兰射手便接受了韧带修复手术，因此2001赛季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养伤。所幸曼联对他并未放弃。2001年夏窗，范尼斯特鲁伊终于如愿披上红魔曼联的战袍。Of course, last year was close, and it was a big disappointment that it didn't come true. But now, after a hard time fighting to come back, and my comeback was really nice,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happened to me. 曼联作为英超3连冠得主，红魔急需一名真正的射手，一位能够持续进球的前锋。此时，谢林汉姆年事已高，约克状态下滑，都已难当球队重任。范尼带着巨大压力登陆英格兰，他的转会费对俱乐部来说相当昂贵。但再一次，范尼的性格将改变一切，而一切都将非常顺利。在曼联的前2个赛季，范尼在92场比赛中打入67球，这样的进球率在当时堪称惊人，他也赢得了各方赞誉。先是来自对手的认可，他们将他评为2002赛季的最佳球员，随后又得到球迷票选为2003赛季最佳球员。这位禁区杀手与亨利并列成为英超联赛最强前锋，并在2001年3月连续2个赛季加冕欧冠金靴，26场19球的效率堪称令球网都颤抖的进球机器。范尼在曼联如鱼得水，既有队友精妙助攻，也贡献过连过数人的精彩进球，同时还不忘提携后辈，比如那个叫丹尼维尔贝克的年轻人。Yes, that's the one. Excellent. The very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always keep trying. Work hard, work for your team, and never stop trying. 尽管如此，曼联在整体表现上还是稍逊一筹，始终笼罩在阿森纳不败之师的阴影下。即便红魔在2004年足总杯决赛中凭借范尼的梅开2度夺冠，当时正值阿森纳和曼联之间的激烈对抗时期，每场比赛双方都剑拔弩张。所以当范尼在第93分钟罚丢关键点球时，可想而知他会受到怎样的特殊照顾。不过，这位荷兰射手几个月后的报复行为，让他领到了一张实至名归的禁赛罚单。I don't think the minister missed any. He was deadly. Well, Arsenal, Keown jumping up and down in front of him. Keown's jumping up and Oh, down he in front did, of him. aye. Idiot, aye. You like?
You like Martin Keown? 时间来到2004年，范尼在欧洲杯大放异彩，以赛事银靴的成绩证明了自己。可惜好景不长，小腿跟腱的伤病开始纠缠这位射手。2005赛季，曼联10号缺席了大半比赛。但惊人的是，仅凭赛季初的出场，这位荷兰前锋竟第3次加冕欧冠金靴，其中对阵布拉格斯巴达的大四喜尤为耀眼。伤病始终是范尼职业生涯的阴影，这本已足够艰难，但最终促使他离开英格兰的却是另一桩恩怨。2005至06赛季，他依然保持着21个英超进球的火力，但与罗纳尔多的关系却日益紧张。Then Cristiano came, and it was different because he was running everywhere. He would dribble. He would be unpredictable. Was it Cristiano, or was it just a general frustration with different things? You think?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it got a bit out of hand with that situation. I think the way we are, you know, in a relationship, Cristiano and I, it's been really blown up. Yeah. 当从贝克汉姆和吉格斯这样每周末都能送出精准传中的队友，换成 C 罗这种更倾向个人突破的球员时，难免会感到恼火，特别是像范尼这样本就性格刚烈的射手。范尼受够了 C 罗的独断专行，也受够了弗格森及其葡萄牙助教的偏袒，这种紧张关系在赛季末彻底激化。由于范尼一次不当言论，两人几乎拳脚相向，荷兰人最终不得不向 C 罗和福爵爷道歉，但为时已晚。在为曼联效力5个激动人心的赛季后，这位深得球迷爱戴的射手以1500万欧元转会皇家马德里。It's a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n Bernabeu. It's a dream come true. The greatest players ever have played here, so it's a great honor on my side. 2006年的皇马正处于困境，俱乐部已连续4年无缘西甲冠军。随着齐达内的离队，银河战舰时代即将落幕，俱乐部正处于转型期，急需一名高产射手。新到来的17号范尼斯特鲁伊正好符合这一需求。范尼很快锁定主力位置，与劳尔、罗比尼奥、雷耶斯等攻击手并肩作战。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与巴西传奇罗纳尔多短暂组成锋线搭档。Just before this, he said, "What's the best player you played with?" And it's Ronaldo from Brazil, Brazilian Ronaldo. He's the best player I've played with. His natural ability was far beyond anything I've played with. 范尼在皇马的首个赛季便大获成功，凭借他打入的25个进球，皇家马德里加冕为西甲冠军。范尼在处子赛季即加冕联赛金靴。他的风格始终如一，临门一脚依旧冷静致命。当团队配合在天神来之笔时，便能造就如此经典。皇马最终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巴萨，赢得了联赛冠军。这要归功于范尼斯特鲁伊在第37轮比赛中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取得一场宝贵的平局。次年他延续着出色状态，当时他只有31岁，并且刚刚与皇马续约。但过去的问题再次浮现，伤病开始严重影响他。先是脚踝受伤，最终右膝也严重受损。这时他已经在12场比赛中打入10球，状态正佳，却就此迎来了他在白衣军团的最后一个完整赛季。Unfortunately, I hurt myself a little bit when I shot, and hopefully, that won't be too serious. Let's see and wait and see tomorrow what it shows on the scan. 2009年，随着 C 罗加盟皇马，范尼斯特鲁伊最终选择离队，转投德甲汉堡俱乐部，签下一份为期18个月的合约。在为德甲北大王征战40余场比赛后，尽管差点回归皇马，但最终他选择重返西班牙，加盟卡塔尔财团刚收购的马拉加，与巴普蒂斯塔、伊斯科、图拉拉、德米凯利斯及卡索拉等球星并肩作战。球队当赛季表现出色，最终位列西甲第4。此时已经36岁的范尼决定就此结束了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正式挂靴退役。Pero la realidad es que para mí ha llegado el momento de dejar al fútbol para jugar al máximo nivel, que es la Liga Española y la Champions. Me obliga a reconocer que he llegado a mi límite físico. 然后在结束之前，我们有提到这位荷兰硬汉的刚烈性格。2005年荷兰对阵安道尔公国的那场比赛就是最佳例证。
表面看来，这不过是场毫无悬念的较量，荷兰队完全碾压对手，但范尼斯特鲁伊却罚失了一粒点球。当对方球员前来嘲讽这位荷兰射手时，他仅用几分钟便完成反击，一记漂亮的凌空抽射破门后，用最激情的方式庆祝了这个进球。好的，让我们用这个温馨的画面来结束这段故事，一个我们时常回味，总能让人会心一笑的美好瞬间。那么，该如何为这部影片画上句号？如何完美收尾，向这位2000年代进球数排名第2的禁区之王致敬？方式当然有很多种，但我们不妨从一组简单数据开始。在他95个英超进球中，仅有1个来自禁区外的射门，其余94个全都在禁区内。在那个他如鱼得水的狩猎区，在那里，这位荷兰猎手追逐着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当然，我们还要提到他与亨利的传奇对决，当时英超最强2支球队的锋线王者之争。这是一场数据上的对决，而非风格上的较量，因为亨利和范尼的踢球风格截然不同。在这场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对决中，法国人亨利占据优势，他是10年射手榜的第1名。但范尼不仅是一个禁区之狐，他在职业生涯中打入了近400个进球，并在3个不同的联赛中都成为最佳射手。在欧冠中的进球率几乎与梅西或 C 罗相当，这远远超出了普通射手的范畴。He reminds me so much of him, such a ruthless finisher. When he gets through, you feel he's going to score, and you feel he's not going to give the keeper a chance. Even looking at his penalty, he was so certain about it, just to step up and bang straight into that bottom right-hand corner. 如果只是将他单纯视为一名只会吃饼的前锋，这种看法绝对是误解。毋庸置疑，他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攻击手之一，更是对手后防线的真正梦魇。在英超这样高水平的联赛中，他的进球产量、稳定性和爆发力堪称现象级。对于贝克汉姆、吉格斯这样的天才球员而言，他简直就是天赐的完美搭档。足球送入禁区，下一秒便已坠入网窝，如此恐怖的效率，再加上曼联与阿森纳这对宿敌之间的竞争，怎能不让人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当然，正如多数球员的职业生涯轨迹，他的故事里也写满失意与遗憾。伤病的折磨首当其冲，更让人唏嘘的是，我们本可以多欣赏几个赛季范尼 C 罗这对黄金组合的锋芒。又或许范尼斯特鲁伊生不逢时，若他能早10年降临，在90年代的曼联阵中驰骋，那画面堪称球迷的美梦或对手的噩梦。国家队的生涯同样令人扼腕，70次出场，35粒进球，数据虽不寒酸，却与他在俱乐部的辉煌相去甚远。从他在埃因霍温起步，到皇马遭遇首次重伤前的黄金10年，是这架进球机器全速运转的岁月，留下的数据堪称恐怖。1998至2008年间，范尼平均每4场攻入3球，在英超和欧冠演绎自己的暴力美学。虽然他的足球风格未必华丽，重伤后更谈不上迅捷，可皮球就是会一次次应声入网，而这正是人们对他的全部期待。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以独特风格展现绝世才华的球员，一个用不同角色颠覆梦剧场的球员，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传奇射手。